兄弟们，你们敢信吗？当大多数35岁的男人都在担心发际线和啤酒肚的时候，有一个35岁的男人依然站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怪物一样，拿下他职业生涯的第6枚奥运金牌。他是谁？他是国际乒联认证的历史最佳，他是日本媒体眼中恐怖的六边形战士，他是让对手绝望的破坏龙。但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被奉为神话的男人，曾经有整整10年被骂作是软蛋，被嘲笑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赢遍了全世界，却始终赢不了那2个老人。他在土耳其里的关心都磨没了，睡觉痛到了墙上挂着的腿，却依然要在手术前剃光头发，发誓从头再来。今天我们不聊什么金牌机器，我们来聊聊一个普通人是如何把自己活成神的。2024年7月，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在《人民日报》撰文：我坚持参加巴黎奥运会了。从5岁接触乒乓球开始，马龙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乒乓球运动员中绝无的双圈大满贯。他连续64个月乒乓球成绩排名世界第一，连续34个月运动员排名世界第一的纪录，迄今为止无人超越。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乒乓球领域，他被奉为传奇，手握142个国家级以上金牌，27个世界冠军。国际乒联首席记者亚当·博布罗评价他为乒联球衣最伟大的运动员。35岁的马龙爆发干季游泳退赛，却再次挑战极限，站上了巴黎奥运会的赛场。这是他参加的第4届奥运会，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0个年头。如果将这30年一分为2，马龙的辉煌仅占其中的1/3。毕业20年，他是国家队实力最强但成绩最差的选手。国际大赛仿佛是他的梦魇，每每竭尽全力去赴，却总是铩羽而归。最低谷期，他不被重视，不被看好，自己也萌生了以前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让他逆转获胜？又是如何成为乒乓赛场上的不败神话？今天11就来聊聊拼出来的六边形战士马龙。1988年10月20日，马龙出生于辽宁鞍山。由于本人体弱多病，父母希望他多参加体育运动，增强体质。选来选去，选了学起来方便还顺利恢复的乒乓球。5岁那年，马龙背着球拍成了家乡当地的少年宫。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次奥运会冠军的起点。在父母眼中，儿子性格温和懂事，基本不用夫妻俩操心，上课、训练、做作业，不需要大人提点催促，他都会按部就班的。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都玩到一个他最心爱的玩具，别人跟他要，他都给。在启蒙辅导师海梅眼中，这次学员专注力最重要。6、7岁是调皮的年轻人，其他孩子都耐不住性子，只有他每天按时按量将作业交代的训练任务完成。最后他会让表现出紧张气氛的事情，就是输球。只要输了，他都会一边擦眼泪，一边拉着对手再来一局，不赢不罢休。从外形来看，似乎马龙天生就和国家队运动员培养的系统高度鞋。那年读初中，马龙选择进入辽宁省体校训练，学习和2不耽误。由于到了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西城体校的关华安作业勾选了，加入了北京队。紧接着，他凭借在集训中的出色表现，于2003年并列国家乒乓球2队。在2队训练不到3个月的时候，便在电梯级别比赛中以第2名的成绩入选国家1队。这一年，马龙15岁。凹陷中看来，他是毫无疑问的天才少年，势必会衬托出一路向上。可偏偏国家队最不缺的就是天才。1959年，荣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打破了中国国际体育赛事中零冠军的尴尬，令世界瞩目，国人振奋。此后，中国乒乓运动长久不衰，在世界乒乓3大赛事中，金牌数位居世界枢纽。这项运动同时在国民之间流行开来，歌颂中国的国球。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运动员的期待，天然需要其他体育项目，由此造成了乒乓球国家队内部的激烈且残酷的竞争。国家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队内循环赛，规则是1队、2队先进行队内比赛，评选出最优和最差，接着1队最差和2队最优打，
谁赢了谁就去一队，输的调进二队。马龙入队当年，师哥王皓、马林、王励勤包揽了世乒赛男双冠亚军、世界杯赛男单冠军等10多项国际赛事的奖牌，在乒坛史上开启了二王一马的时代。正是在这前后目的夹击的环境中，马龙成长为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200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在德国不来梅举办。国乒队通过循环赛的方式，结合教练刘国梁对众人国际大赛成绩的评判，选出了5位参赛者选拔，马龙便是其中之一。选拔赛第1阶段，他位列前5，表现上佳。可到了第2阶段，马龙在与陈琦的比赛中左脚预计意外拉伤，经过治疗后还是输掉了比赛。直播镜头下，刘国梁异常紧张地批评了他：“你脚虽然受伤了，但是你手没伤啊，你脑子没坏，你还是能打。我们的队友必须顶住，在对手面前不能表现出你很痛苦，不能让对手看出你有顾虑。”最后一个比赛日时，马龙一惊一拐地走上赛场，耳边再次出现刘国梁的当众叮嘱，不要随随便便输掉比赛。这一战他第一次煎熬。经过7局对抗后，他最终战胜了过奥运冠军的师哥马林，获得了人生中第1块世乒赛金牌。18岁的马龙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对于击败自己取得的冠军感到多么兴奋，因为这是报谁拿冠军的团体金牌赛。赛后，他对秦志教练简说出了真正的目标：大满贯。秦志简笑了，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想法当然好，但是路还要走一步一个脚印走。然而没想到，马龙最终不仅做到了，还实现了2次，只是距离梦想成真，他苦熬了10年。2006年世乒赛之后，很多人都确信马龙将来会扛起中国乒乓球大旗的接班人。在二王一马的时代，他确实成为最受重视的第4人。彼时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乒乓球运动员的特殊性。2007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世乒赛决赛中，马林惜败王励勤，痛失金牌。比赛结束当天，马龙看着师哥马林一边大哭，不明白这个手握4块世界杯金牌的男人怎么还会有遗憾与不甘。但很快他便犯了同样的苦涩。从2007年至2014年，他成为中国首个亚锦赛4冠王，拿下亚锦赛3连冠、亚洲杯4冠的卓越战绩，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拿下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成为全世界乒乓球运动员中位居第1的天才。可这些成绩放在总教练刘国梁眼中，就变成了除了世界第1之外，你什么都不是。在高手云集的国乒队中，看的从来都不是世界第1的排名，但却没有拿到世界杯、世乒赛、奥运会3项大赛的单项奖牌，而且只能拿第1、拿第2都算输。而马龙在3大赛中拿到了全部团体冠军，单人冠军还在亚锦赛止步。他开始向着球队内认可的真正胜利冲锋，可结局却不尽人意。2009年世乒赛男单半决赛，马龙输给了如日中天的师哥王皓。2011年世乒半决赛，他第2次输给王皓。2013年世乒半决赛，他第3次输给了王皓。彼时王皓已是即将出生的老将，状态已不像巅峰时期强悍，却还是受压的马龙动弹不得。珍珠眼中，他和王皓的对决被冠以命运捉弄的说辞，可只有他自己说清楚，这几乎是耻辱的一败。一位网友在赛后为他扼腕叹息：巴黎凌晨3点22分，太熬夜了，你怎么熬？相对的是和马龙同龄的弟弟张继科。2011年5月世乒赛击败王皓，11月巴黎乒乓球世界杯男单建设，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单建设，用时445天便补上了男子大满贯，悬置了12年的空白。2014年二王一马正式开始，国乒队从3剑客转向马龙、张继科的双子星时代。年底，两人在杜塞尔多夫世界杯的男单上相遇。带着腰伤的张继科以2分优势无力，兴奋地跃上球桌踢碎半，也几乎踢碎了马龙的最后一点信心。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顶着世界排名第1的炸鸡，顶着连续56场、224天未有败绩的国际乒联最高纪录，马龙却觉得自己真如总教练口中那般，什么都不是。不可否认，在观众最喜闻乐见的天才少年剧情包揽冠亚军的故事里，赢家始终只有一个，的输出人必须独自消化失败的苦涩。回想起那一刻，他说：“我怀疑自己已经到了上游，甚至想到了原来
但他的倾向松了，依然是自律到几乎改变形态的程度。向来以严志军闻名的国乒队有数不清的处罚，小到着装不整，大到比赛态度不端正。可对于马龙来说，秦志戬教练的评价是：你想要罚他，都不好找到他的缺点。2015年又是一届世乒赛，27岁的马龙在3届大赛的成绩上只获得过1枚世界杯单打金牌。这次比赛前，他实行了当初的打算，如果打不好，当时以自己的年龄，其实当初也无所谓，毕竟也不算一事无成。抱着这样的心态，他决定不再只作为中国运动员去打球，不去领奖台，不去争夺半决赛的魔咒。作为普通马龙，热爱的乒乓球最后厮杀正在进行。为此，他甚至专门换了一个发型，最后一次给自己一个潇洒点、帅气的最后一次出场。半决赛，他以4-1的绝对优势战胜队内18岁小将樊振东，成功破除魔咒。关键时连续击败张继科，许昕的强敌方博，他以4-2的成绩终结比赛。马龙赢了，他终于赢了。内敛的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赛场上激动到失控，一跃跳上球台，比出第一的东亚指向观众席主席，演绎出前方的神采飞扬。此时胜利他成为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自此他强势爆发，宣告着马龙时代的到来。那一年，除了波兰公开赛因颈部扭伤退赛外，他还取得了其他上周全部乒乓球赛事的冠军。在球迷眼中，他仿佛一夜之间飞速进步，从而在世界范围内都遇不到一场称得上势均力敌的比赛。同年，他也第一次在接受采访时暴露出脆弱的一面，间接承认曾因一次又一次的挫败难受痛苦。2016年里约奥运会，28岁的马龙击败张继科参加男单冠军，实现了自己18岁那年许下的心愿，成就大满贯。同时，乒乓球还成为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巡回赛、总决赛、全运会单打冠军的一项超级全冠男子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同年3月的吉隆坡世乒赛团体赛上，日本东京乒乓球新闻节目用6维图展示了每位参赛选手的实力、力量、速度、技巧、发球、防守、经验。马龙的战力图展现6个维度均达到满格，他因此得名6边形战士，地表最强破坏龙。然而，强悍如他，也逃不过伤病按下的暂停键。2017年，马龙第2次获得世乒赛单打冠军，却在第2年国际乒联保加利亚公开赛中首轮爆冷出局。巨大的成绩落差源于他的膝盖旧伤。从2007年开始，他的膝盖就因长期缺损产生了严重劳损的情况，疼痛如影随形。每次睡觉，他都感觉越来越疼，生生给疼醒了。最后我只能放下个头睡觉，把腿支在墙上，下面垫个健身球。可马龙倾向放在心上，只觉得自己为运动员腹部带点伤，再正常不过。直到2018年保加利亚公开赛结束后，马龙才在刘国梁和秦志杰的实现下，看遍了全国所有权威的膝关节专家，尝试针灸、理疗、矫正等各种康复手段。但相比于伤痛的痛苦，他更担心自己不会因此被迫退役。那段时间，他一遍一遍地回看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的纪录片《缪斯》，仿佛陷入了同样的噩梦。我最可怕的梦之一是梦见自己身处篮球场，体育场座无虚席，我正向篮筐发起进攻，却无法起身，也无法跳跃。我像被水泥粘在地板上一样动弹不得。2019年初，为了迎接4月份的世乒赛，马龙在2个月时间里4次前往医院抽出膝盖中的积液。直到封闭集训的日子到来，他才重新恢复训练。经过长达8个月的治疗，他的身体尚未能恢复到最佳状态，但秉着一种不死心的拼劲，他还是捧起了冠军奖杯，取得了世乒赛3连冠的壮举。赛后采访时，少数他明言：“我是中国制造。”一时间全场沸腾，所有人都为冠军而欢呼雀跃。欢呼声在外，马龙对记者说：“其实我想赢得冠军，但我更想赢得大家的尊重。”然而同年8月，他未能前往美国接受膝盖手术。手术前，他给自己剃了光头，寓意从头再来。手术很成功，但退出东京奥运会的预定时间已不足1年。没有人敢说马龙还能不能回到赛场，回到世界一流的行列。马龙的表现似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2019年的世界杯总决赛、2020年的公开赛、全国仓储等，他拼尽全力去打每一场比赛，却没能获得1枚金牌，
甚至有些连冠领奖台的资格都没有，从头再来却以失败开始。马龙无比沮丧，腿是回来了，球没了。可转眼他就又在2020年国际乒联总决赛上击败了樊振东，时隔1年0.6个月再次获得单打冠军。2次逆转胜利的经历导致了他超常人的顽强与坚毅，这种精神激励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33岁的马龙再次击败24岁的樊振东，成为乒乓球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双圈大满贯得主，并成为枕蝉联奥运会金牌的选手。他赢得下场比赛的那一刻，国际乒联解说员亚当·博布罗近乎破音地呼喊：“他做到了，马龙做到了，他把爱献给了全世界。船长巨龙，独裁者，史上最伟大的人。”此前，奥运会乒乓球赛场上从未有过30岁以上的冠军。但当记者问马龙有没有因此高兴或庆功时，马龙回答：“没有，更顾不上什么创造了历史，因为单打都赢了，群体更不能输，压力更大了。”第10部分：传承与未来，语气平缓，致敬，展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35岁的马龙以护旗手的出场身份，这是他第4次参加的奥运会，因年龄等因素只报名了男团比赛。和2王一马一样，随着樊振东等小将的崛起，他也完成着国乒队传帮带的使命。这并不影响他写作比成为传奇更热血的故事，但传奇仍在场。曾经大放异彩的同龄兄弟中，张继科多次离开赛场，许昕也淡出了国家队。尾部夏马龙依然活跃在队伍的最前列，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现场解说员赞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目标是冠军，却有超越冠军。一个时代的开启不会轻易落下帷幕，前浪耀眼，后生可畏。而马龙正在用一次次的顽强突破昭告全世界。漂亮的离场，超越在巅峰时期之前，也有绝地求生，也有从零开始。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冠军的心，只要他想打，就是他的当打之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15年再看国乒4剑客，发展如今的境遇却是天差地别。首先是张继科，作为带领3剑客的传奇，惊人的速度在445以巅峰实现大满贯的壮举，但由于腰伤的困扰，他逐渐淡出国家队，如今却成为民间教练，将乒乓球的火种在基层继续传递。其次是许昕，作为人民艺术家，在乒乓球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华丽转型成为亚洲乒联副主席。他不仅创立了乒乓球俱乐部，还获得了体验馆，从台前的巨星转变为幕后的推动者。还有马龙，他的荣誉如定海神针般的支架，集齐了9大赛事的超级全员。如今他当选为国乒队长，为未来的国球事业添砖加瓦。最后是樊振东，他忧心忡忡地传承着国球荣耀的大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巴黎奥运会后，这位领军人物竟无缘国际赛事。尽管如此，他仍然主动联系并加盟了德甲塞尔布肯俱乐部，前往海外继续夺得他的乒乓传奇。目前受到全世界乒乓球联合会全体成员关注的成都世乒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毫无疑问，预计成都世乒赛的最大看点自然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无论是国乒男队还是国乒女队，其都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而目前比赛的进程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男队和女队基本都是以非常轻松的方式击败对手。有点意思是，本次世乒赛的第一个11-0也出现了，还是由国乒来制造的。让观众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给对手零蛋的，竟然是国乒队长老将马龙。那么，为何马龙会在比赛中送出对手一个零蛋呢？本届乒乓赛，国乒男团在1/8中遇到实力并不算强的印度队。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世界排名第2的国乒队长马龙，在取代印度队里世界排名第37位的内纳瑟卡兰的比赛中，第一局出现了一些小麻烦。第一局比赛，由于对内纳瑟卡兰这位选手的不熟悉，马龙打得并不顺手，双方的比分一直在交替上升，马龙也未能以大比分直接击败对手。然而打到最后，实力更胜一的马龙还是以14.12分的比分击败对手，艰难赢下第一局，是无知者无畏。在看到第一局比分打得如此之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印度选手居然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击败马龙一战成名。他在节点暂停的时候，竟然对马龙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挑衅意思的动作，这一下彻底将马龙的斗志给激发了。
在这样的比赛中找到了自己节奏的马龙对这位印度选手可以说是毫不客气。第2局马龙以11-5轻松示剑。本场比赛最精彩的第3局比赛开始后，马龙开始了自己精彩的表演，而马龙满脸笑容的背后，自然是这位印度选手的内心。第3局比赛，这位印度选手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估计当时他在场上比赛时，心中也充满了打击，没实力，这个怎么去激怒对手？第3局最终内纳瑟·卡兰1分未得，吃了一个零蛋。本届乒乓球赛第一个11-0也由马龙完成。事实上，若不是这位印度选手完全于无知，以马龙的好性格，他也至于在比赛中如此不给对手面子。毕竟在祖国中国队里，一般不会去送对手一个零蛋，而马龙是一位老将，不是刚出道的小青年，他就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火箭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马龙谈到了这个零蛋，他的回应可以说非常漂亮。马龙表示，刘国梁之前也提到过，对于比赛，对于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是能够全力以赴去打每一球，就跟斯诺克打147分一样，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分，就是对对手的尊重。不得不说，马龙的回应确实很漂亮。对对手最尊敬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去打每一球。如今对于这位印度选手来说，马龙回击他的方式，就是在比赛中给予他最大的尊重，送上一个零蛋。其实，这也是在教这位印度选手打球的同时，还要学会做人，不要那么无知。很多人都看不懂，马龙什么都有了，27个世界冠军，双圈大满贯，名利双收，为什么还要去巴黎？为什么还要这么拼？看看他的老队友们，张继科早就成了网红，许昕开球馆当老板，过营养了。马龙去巴黎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他不需要证明了，他去是因为热爱。这听起来很鸡汤，但除此之外，你找不到其他理由。他太爱这个运动了，他舍不得离开这个球台。只要还能打，只要国家还需要，他愿意站上去。现在的马龙在里不仅是主力，更是精神图腾。有他在，樊振东队心里有底；有他在，国乒的魂就在。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传帮带的使命。他在告诉年轻同学什么叫坚持，什么叫职业素养。就像那个被剃光头的印度选手一样，马龙在每一场比赛中给全世界上一课。他告诉我们，天赋可以让你闪耀一时，但只有极致的自律和对痛苦的忍耐，才能让你成为传奇。如果把马龙的职业生涯切开来看，前10年是憋屈的奋斗史，中间5年是无敌的爽文，后10年是与身体和岁月对抗的史诗。他不是天生自带光环的主角，他承载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经历过自我怀疑，经历过低谷，经历过伤病，但他没有倒下。他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化作了每一次挥拍的力量。从5岁的鞍山少年到36岁的巴黎传奇，马龙用31年的时间，一锤定音叫中国龙。也许我无法成世界冠军，你也未能夺取金牌，但马龙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你年龄到了35岁，全世界都觉得你该退场了，只要你心里那团火还没有灭，那就是你的当打之年。这就是六边形战士马龙的故事。如果你也被龙队的精神燃到了，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前进给身边正在奋斗的朋友。2010年6月，体育新闻界发生了一件大事。6月3日，上海新民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世锦赛女乒崩盘内幕：揭秘施之浩与郭跃内斗已久》的文章。在激烈的崇拜环境下，赤裸裸地将国乒女队主教练施之浩和主力队员郭跃的矛盾公之于众。郭跃11岁获得亚洲冠军，15岁成为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20岁获得奥运会冠军，在女乒历史上创造了又一个的传奇。就在他22岁的当打之年，教练施之浩以更力战局为由，将他和已经获得世界杯女单冠军的选手李晓霞一起换下，安排当时大赛经验尚且不足的刘诗雯和丁宁上场。此次调整直接导致国乒女在世乒赛上的8连冠梦想破灭。赛后舆论哗然，球迷们怒不可遏，直指施之浩为了嫡系弟子不顾国家荣誉。其中有人同时采访中委婉转地指出，这次恰恰是施之浩标注个人喜好色彩拔苗助长的结果。
2014年，年仅26岁的郭跃然黯然离开国家队。这位获得第33张世界级赛事冠军奖牌的乒乓球被迫退居二线，成为辽宁女乒的辅导员。在内斗报道文章下，有粉丝留下了这样的评论：希望刘国梁不要成为第二个施教练。2024年巴黎奥运会樊振东画面，王皓亲吻樊振东额头，高高举起的感人瞬间。网络上关于樊振东被霸凌不予陪练的爆料截图。张继科的照片以及关于他涉毒事件队内不公待遇的网友讨论，可殊不知，国乒女队发生的一切同样在男队上演。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樊振东以4-1击败对手莫雷加德，拿下奥运金牌，实现职业生涯大满贯。然而，鲜少有人知道，这块沉甸甸的金牌背后，他遭遇了饭圈霸凌、不予陪练、队内排挤。同时，有张继科的粉丝对他当年遭遇中毒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表示他同样在队内遭遇了不公待遇。以上内容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过详细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通过樊振东和张继科的经历，很多歌友对国乒队总督导刘国梁的态度从尊敬的尊敬转变为不解和质疑，甚至喊出了严查刘国梁的口号。今天11就来聊聊刘国梁全权带领国乒队在金牌和荣誉背后藏着哪些细思极恐的故事。2013年风云会乐队首发，刘国梁、王皓、张继科同框，王皓3次游泳亚军的画面，马龙分割画面，张继科学业大满贯的意向状态气风发，以及情绪受损低迷的对比。刘国梁在不同时期采访评价张继科的视频，看过巴黎奥运会男单决赛的观众肯定对这一幕印象深刻。樊振东操后，主管教练王皓激动地前亲吻徒弟的额头，将他高高举起。他深知小胖的这块金牌何来之不易，因为师徒们曾走过同样的荆棘路。2013年5月底，国乒总教练刘国梁带着王皓、张继科等人出席访谈节目《风云会》。当时的巴黎世乒赛刚刚结束，赛前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王皓的最后一战，但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没想到开头。男单半决赛中，王皓以4-2击败了师弟马龙，这是他第3次在世乒赛单打中战胜马龙。可到了节目现场，刘国梁却将这样的胜利评价为“你又毁了我一员大将，又拦住了马龙，这就拦住了他6年”。此话一出，粉丝哗然。刘国梁意欲让王皓给马龙让位的心思昭然若揭，可冠军故是让出来的吗？尽管网友无法接受，但王皓似乎接受了。1个月后，王皓在名人股权接受采访时再次聊起关于离婚的话题，他话锋一转，表示相比刘国梁，自己在役时间已经算长了，过去可以让新生力量获得更多机会。王皓困住马龙的那些年，球迷将二人间一面倒的输赢关系成为一种魔咒。可王皓自己何尝没有经历过魔咒？2004年雅典，2008年北京，2012年伦敦，他3度输在决赛场上，不得不带着遗憾退居二线。2014年12月，31岁的王皓正式开始，宣布着2王1马时代的终结，接替他们的角色张继科为首的3剑客。刘国梁给王皓下最后通牒时，张继科就坐在对面中间，他撇了撇嘴，表情耐人寻味。2012年伦敦奥运会，张科赢下单打冠军，成为中国乒坛继刘国梁、孔令辉之后的第3位大满贯选手，且以445天的光速第一个最长达到大满贯的纪录。在大众采访中，刘国梁毫不吝惜对他的夸赞，甚至是炫耀。可短短半年，刘国梁对张继科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2013年底，央视体育频道的采访中，刘国梁作为国乒队史人，一改对张继科的夸赞态度，留下了这样的表情。张继科得到了大满贯以后，目标不够，对于如何对目前形势下自己的位置，他现在还不是很成熟。蔡振华照片，国乒第3次创业的新闻报道。张继科伤病治疗痛苦的画面与他参加活动比赛连轴转的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刘国梁在火锅店庆功的照片，张继科躺在床上参会的照片，这半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今有明显人把张继科大满贯后离开赛场的原因归于他绝参加综艺，忘记了本心。可实际上，这是国乒队的明确受益。用刘国梁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有了张继科，得到了更多人关注乒乓球。为了更好地理解刘国梁后续的行为，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国乒发展过程中的3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的标志是1992年奥运会，蔡振华促成国乒队复兴。第二次创业是确立国际霸主地位。然而，国乒的崛起令国际乒乓球运动产生了愿景，差点让乒乓球运动被移出奥运会参赛项目。这让蔡振华实现了第三次创业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升乒乓球运动在3次的影响力。2013年2月，刘国梁正式接棒。5月，央视打出让金牌加娱乐化的大标题，宣布3创正式展开。但到了刘国梁手中，最终让金牌丢了政绩，丢了民心，让金牌的理念得到了重视，造星计划得到了全面支持。而推进这一计划的最佳人选，无疑是人气飙升的新科大满贯张继科。大本营、跨界歌王、向往的生活，张继科前后参加了近40档综艺节目以及青少年场节日晚会，接下20多个代言，身价标志千万级别。但描绘光鲜亮丽制度的人生背后，是僧人的层层盘剥和日趋被压缩，甚至被压缩的职业生涯。2012年完成大满贯后，排名世界第1的张继科参加重要国际大赛的名额却屈指可数。中国乒协在博览会参赛公告文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参加邀请的参赛队是否参赛，各个协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确认。名单中张继科的名字已经不见了。马龙依靠世界排名入围，张继科患有先天性腰椎骨骨折，医生甚至在他15岁的时候就曾断言他的职业生涯极限5年，但作为运动员，他根本无法遵从医嘱。2015年苏州世乒赛，刘国梁不顾张继科肩伤和腰伤均未痊愈的身体健康，安排他身兼男双男2项任务，5天打了11场。比赛结束第2天，张继科腰伤，疼到无法，但刘国梁自觉第一时间安排张继科就医，而是在5月5日反带着马龙、许昕、郑东等男乒选手大摆庆功宴，就餐的是他的妻子王瑾和马龙、马琳等人合伙开办的火锅店。这一幕和2022年樊振东在 WTT 赛场上被治疗的情况何其相似。整13个月，张继科几乎没有过完整的休整康复期，期间他因状态不佳频输给外国选手，几次被鲁能俱乐部安排做替补冷板凳。同时，德国媒体爆料他在德国公开赛期间赌博，让他期间因赌被中断省队早的事件重新被重启。张继科的身体状态跌至谷底，对跟得抑郁症了一样。最终，张继科的名字还是出现在了里约奥运会出战名单中。结果因何改变？腾讯体育的报道给出了答案。由于里约奥运会前马龙参加男子单打的经历，教练组决定从2015年冬训开始实施拯救大满贯队员张继科的战略，以确保能够万无一失地包揽没有金牌全部。0-4，张继科用这个成绩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短短4年，张继科的时代结束了，马龙的时代开始了。2004年，体周谈报关于张继科被收回省队的报道截图。张继科本人还想继续留在赛场，可却赶上了2017年的国乒改革，在高层内斗权交易下，他成为了一个牺牲品。国乒完成改革的几年间，刘国梁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是什么让曾经为国而战的他，打着为了大局的旗号，让整个国乒队为自己的喜恶买单？我们发布了刘国梁的第1期影片，讲述了他是如何通过宏观调控，让本该看成绩说话的国乒队为他的个人喜恶买单。在偏斜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国乒男队主力的柏林在巴黎奥运会男单比赛中已然有迹可循。然而这一切早在2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04年10月，16岁的张继科因违反队规被开除出国家队。体坛周报报道原因是借用了某位乒坛大腕的银行卡参与博彩游戏，但主持人梁宏达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当时16岁的张继科只是陪队内大腕打麻将，作为小运动员，他不敢拒绝，事后也不得不成为那个被消失的实习生。回到省队的张继科没有放弃，2005年拿到了全锦赛男单冠军。按理说这个成绩足以让他重回国家队，可刘国梁没有让他回来。好在张继科实力过硬，在2006年全锦赛中4-3战胜孔令辉，进入8强，自动入队。相比张继科，其他人还没有这么幸运了。江天一、杨晓夫、李虎、唐禹诗、周斌等87到90年出生的好苗子，都被刘国梁作为教练组的队长以各种理由打
2009年出走他国的杨晓夫曾在博客中写下：“没有那些的阴险诈骗，没有那些场上场下都要取得戒备的状态。”而张继科参加大万竞技的爆料，在国乒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年间，国乒领队黄彪在采访时提到过一个对内训方法：凡是上去的呢，就让这些队员可以压50个人都压他了啊！你说一人500如此光明正大的在央视节目中宣扬赌球，连主持人也差点接不上话。50人一人500，一场训练赛就要押上25000元。既然张继科因涉足赌开除出国家队，为什么被刘国梁会允许队内明目张胆的赌球呢？25年前，刘国梁成为中国钢琴坛第一大满贯选手，但随着国际钢琴联的频频改制，他毅然决定投身作业事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蔡振华力排众议将奥运新手刘国梁送入参赛名单。2003年6月，刘国梁正式被任命为国乒男队代理主教练，成为中国乒坛最年轻的主教练。然而2017年体坛高层间爆发内斗，战功赫赫的他意想不到地被卷入其中。2016年11月，苟仲文空降体育总局，抢走了蔡振华的主席位置。苟局长一上任就放话，体育的水很深，并提出对管理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取消各项目总作业位置，实现毛巾化管理。2017年6月20日，体育总局突然宣布撤销刘国梁国乒总教练职务，调任乒协副主席。6月23日晚，马龙、许昕、樊振东等国乒运动员和秦志戬、马琳等教练员同时发布微博：“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你，刘国梁。”并宣布退出中国公开赛。到底藏在平台下的政治斗争突然演变成社会事件。人民网发布文章：体育改革没时间等待。3小时后，刘国梁发布长微博回应罢赛事件，称自己支持体育改革。但过去1年时间，刘国梁正式恢复国乒总教练一职，并担任乒协主席。传统间支持者找一种说法：刘国梁顺应时势投靠新贵，反对震了昔日恩师蔡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考据，但刘国梁与蔡振华师关系破裂的事实却有迹可循。罢赛事件后，刘国梁的死党郭彬不止一次在微博上暗示蔡振华对刘国梁下死手，至此体育改革在国乒队宣告失败。在刘国梁的领导下，国乒队几乎从乒羽中心剥离了出来，乒协掌握了国乒队的商业推广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乒队主力的张继科不仅没有参与罢赛事件之一，在刘国梁加入国家队后也没有发文庆祝。2018年9月25日，张继科取关了刘国梁，4天后蔡振华退位，刘国梁上位。2016年，郭南斌夫妇与刘国梁、王景夫妇4人合资创办了青建体育文化传媒公司。2017年11月，刘国梁与郭彬、王楠合作跨足房地产业，计划在山东威海建立一个投资达500亿的体育产业特色小镇。从走来，无论利益上还是情感上，刘国梁都已与郭彬跨境绑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后，郭彬夫妇高调表示要给乒乓球冠军送上金牌，不过这次只送出了马龙、王楚钦、孙颖莎3人。王楠夫妇厚此薄彼的行为，让网友们纷纷视作一种搞小团体的行为。关于国乒皇帝刘国梁喜欢捧太子的论声越来越激烈。2013年5月，那场刘国梁逼王皓以前的风云出席，王皓未来的徒弟，当时年仅16岁的小将樊振东也在场。刘国梁语言间公开表示要重用他的想法，可在巴黎奥运周期正值巅峰的樊振东却遭遇了饭圈霸凌，不予陪练，资源随后无故断一赛等一系列不公应对。反倒是世界杯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王楚钦在32进16的比赛中爆冷输给莫雷加德。从队内资源训练、参赛场数和消费频率来看，王楚钦都称得上是00后运动员中刘国梁钦点的重点培养对象。然而他在国乒队项重的3项赛事中还没有获得过1次单打冠军。不争气的太子享尽红利，被封为责任神的陪读战功赫赫。王楚钦和樊振东的待遇不平等，引发了国民的再次大讨论。马龙和王楚钦同属北京队，这一共同点也被网友称赞是刘国梁维京论的证据。除此之外，国乒队实施运动员偶像化也面临着观众的挑战。王楚钦与混双搭档孙颖莎捆绑炒 CP 的行为引发了粉丝的反感。
但刘国梁并不在意，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商业考虑。2020年，刘国梁加入国际乒联任命的 WTT 出任理事会主席，出现了刘国梁和国乒队近年崛起的体育明星 ，WTT 的票价水涨船高，周边产品也定价不菲。靠着为国际乒联吸金的事迹，刘国梁当选国际乒联第1副主席。然而，巴黎奥运会结束后，他的视线似乎笼上了一层阴影。纵观刘国梁的人生，他果断以前做教练，一步步掌管国乒进军国际乒联，基本做到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正如他的刘父亲所说，国梁和我一样，都是喜欢动脑子的人，可聪慧如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料到。此时形势一片大，第3次创业会在他的一手操纵下走向如今的局面。当年蔡振华和他交棒时，留下了2王1马和3剑客。如今张继科被批倒时薪远离赛场，马龙即将离去，樊振东被寒了心，王楚钦止步奥运32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4年后的洛杉矶男队，奥运金牌的责任还有谁能来扛？用集体满目仪换个人功名就皇位上的刘国梁，这江山还能做到几小时？